启奏陛下，东南海疆全线崩溃，西方幽灵舰队于3日前合围长山列岛，水师提督陆镇海大人率残部接战，座舰被敌方巨炮轰碎，陆大人阵亡。海外大批远洋战船封锁长江、大沽2处海口，沿海商贸、盐业赋税供给已然断绝。陛下，大势去矣！西方火器之力非人力可敌，那幽灵舰队的巨舰无需讲路，车满风帆便可逆浪而行，其火炮一响，声震10里，乱石穿空。大齐水师寸板不留，这是上苍对我大齐不敬神明的警示啊！右相，依你之见，朝廷当如何？当立刻之急，全面海禁之令，自毁沿海所有码头栈道，内迁沿海30里百姓，将有限的过库银两撤回内陆，退守中原。如此，西方巨舰纵有滔天之能，舍弃舟楫登岸，也必陷入我大齐100万大军的汪洋大海之中。此乃自保之万全策。臣等附议，全面海禁，自毁码头，退守内陆，方为圣人无为之治。谁在殿前失仪，拉出去斩了！陆沉舟，你父子2人丧尸辱国，害我大齐水师全军覆没，你死到临头，竟敢在金殿之上狂笑！我笑满朝文武皆是误国书生，我笑你们大难临头不想着如何开炉铸炮建造巨舰去御敌于国门之外，反而在这里商量着如何退缩，把祖宗留下的万里海疆拱手让人。放肆！海防已碎，国库空虚，拿什么去建船队？圣人云：重农抑商，安居乐业。那海洋不过是波涛凶险的蛮荒之地，唯有退守内陆，方能休养生息。圣人教过你当缩头乌龟吗？寸海不让，向海而生，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海禁，自毁码头。顾大人，你以为你退回内陆，那些驾着巨船大炮的西方强盗就会放过你吗？海洋不是屏障，是超级公路。谁掌握了海洋，谁就掌握了天下规矩。你今天海禁，明天他们就能顺着长江逆流而上，把大炮架在南京城下。到时候你准备退到哪儿？退到大齐的太庙里去给祖宗哭灵吗？你行事狂妄，肆意妄言，扰乱朝堂秩序。陛下，此人行事张狂，言辞偏颇，办事失礼，不知自省，当众妄议政务，扰乱朝堂安定。臣恳请陛下交由3法司严加审讯，依据从重定罪，以安朝堂人心。陆沉舟，右相说你狂妄妖言，不顾大局，你却说满朝文武是缩头乌龟。朕问你，国库空虚，水师浸没是真，西方巨舰大炮犀利也是真。你口口声声开海迎战，凭据何在？若只是凭一腔热血在此邀名，朕现在就成全了顾爱卿的奏折，送你上路。陛下，微臣不要圣人微言大义，只要账目数据。请问户部尚书薛大人可在？本官在此。陆沉舟，你一个将门子弟，也懂朝廷度灾？我不懂朝廷度灾，但我懂算账。薛大人，大齐漕运每年自江南运往京师的粮米共计420万只，其中走运河者占7成，走海运者占3成。运河因年久失修，河道淤积，每段粮食从苏杭运至东周，沿途官吏漂没，前夫缴费，关卡课税，耗银高达1两2钱。而海运虽有风浪之险，但千辆大船一跃千里，每时耗银仅需4钱3分。薛大人，微臣算的可对？那又如何？海运虽省，但如今海口被封，如何能行？如果海禁，海运彻底断绝，3成粮米全数改走运河，大齐财政每年将直接增加323万4千两，再算商税，大齐东南2江、闽浙4省，共有登记在册丝织机9万4千张，茶山120万亩，盐田3万余亩，瓷器窑口8000余座，每年所产丝茶盐瓷7成经海路运往南洋、东瀛及西洋诸国，年入关税及市舶银余800万两。景德12年出海生资及绸缎210万斤，
瓷器36万件，茶180万担。这些货物顺着东南季风，在每年3月至8月出海，换回西洋白银约2万万4千万两。大齐以此征收30税一之市舶税，外加沿海盐引，税入净银1150万两，占大齐税入总数的6%。顾大人，你主张全面海禁，内迁30里，30里内，两江闽浙的100万桑田、茶山、瓷窑全数沦为荒地，9万张织机半数停工，没有了海外白银流入，市舶税化为泡影，盐税腰斩。大齐朝廷在3个月内财政收入将直接蒸发480万两白银。480万两白银意味着什么？陛下，九边军饷每年需银600万两，如今库银本就捉襟见肘，一旦这480万两的缺口砸下来，下个月北方蓟辽、宣大、甘肃8道防线的边军将彻底断响。你血口喷人，一派胡言！薛大人，你身为户部尚书，你告诉陛下，我算的数有1分1厘的差错没有？陆沉舟所言虽有危言耸听之嫌，但那海禁后的岁入流失，与户部的推演分毫不差。好，陆沉舟，你算死了海禁，证明了退无可退。但朕问你，国库如今真的只有不到30万两现银，就水师一沉，西洋巨舰就在口岸，你告诉朕，这无兵无船无银的死局，你又该怎么算？没钱没船，你拿头去开海吗？无兵、无船、无银。陛下，微臣1不要户部调拨1两银子，2不要兵部抽调1个兵卒，3不要朝廷公布修造1艘战船。胡言乱语！不要1钱1粮，不要1兵1卒。你陆沉舟莫非要在海面上撒豆成兵，还是指望凭你这几句大话就把西洋人的黑体巨舰活活骂翻？陛下，此子分明是自知死罪难逃，在朝堂上满口荒唐言，意图拖延时日，包藏祸心呐！薛大人，户部当真拿不出银子？启奏陛下，上个月北方春荒，户部刚拨了20万两过去。现在账面上满打满算只剩不足30万两的碎银，这可是方费九边突发战事的保命钱，臣就是死也绝不能放给水师啊！听到了吗，陆沉舟？国库无银。微臣听到了，所以微臣才说不要朝廷1分钱。微臣用这颗脑袋担保，自有方法解决。微臣只向陛下讨要3样东西。哪3样？讲。第一，微臣要东南海疆早已废弃不设淤泥塞港的龙沙港，方圆100里不设地方官吏，不听3司调遣。第二，微臣要3日前海战中被拖回龙沙港搁浅待拆、船骨断裂的那艘救浮船残骸。第三，微臣要开春之后原本要在菜市口问斩的东南3县的300名死囚水手。龙沙港那地方30年前就因为泥沙淤积、洋流改行废弃了。如今不过是个荒无人烟的泥潭。300个即将问斩的死囚水手，那些人都是沿海的悍匪、走私犯，或者是叛军余孽。你要这些人，莫非是想在龙岗聚众造反？陛下，给微臣这废港废船死囚，微臣在此当堂立下生死军令状，30日为期。30天内，微臣若不能重开龙沙港海路，若不能为陛下打造出一支全新的水师，荡平幽灵舰队前锋，带回100万两现银砸在这宣政殿的地上，微臣甘愿受凌迟之刑，满门抄斩，陆氏一族寸草不留。疯了，这小子绝对是疯了！寸草不留。陛下，既然陆沉舟执意要为国尽忠，甚至不惜立下如此军令状，足见其一片赤诚。微臣建议准其所奏。若他当真能创造神迹，乃大齐之幸；若他不能，30日后依法领旨，也足彰显朝廷法度，堵住天下悠悠之口。陆沉舟，你可知欺君之罪的下场？微臣知道，但微臣更知道，今天微臣若是不去，大齐的江山连30个月都撑不过去。好，
传朕御批，准陆沉舟所奏。即刻起，封陆沉舟为龙沙港督办，赐谏官不败之权。调拨救浮船1艘，死囚300，兵部立刻拟定生死文书。30日后，臣若不带着100万白银与敌人的首级回来，陛下便可在这金殿上等候臣的死讯。陆大人，人交给你了。往后30天是封王还是掉脑袋，您自己受着吧。撤！兄弟们，朝中安排失当，派这位公子带我们困在此处荒滩苦熬，与其困守此处坐等来日治罪受罚，不如另寻出路，夺船远航。四海广阔，总能寻一处安生去处。不如咱们今晚做了他，抢了那艘破船，去海里投奔西洋人当二大爷。杀他！反了！谁还想当海盗？站出来！还有你们几个，真以为顾延璋的那几封密信和几把烂刀能保得住你们的狗命？巡检队，拿下！陆大人饶命，我们是右相门下。大旗律，囚徒自释，依规处置。但我陆沉舟不要你们的命。朝廷当你们是累赘，但在我的港口，只要安分守己，尽心效力，你们就是开创盛世的实干先锋。今晚的事情到此为止，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所有活人带上你们的利器到码头集合，老子带你们去海里把大旗丢掉的面子夺回来。陆大人，这船没法修，当真是没法修啊！这主梁断了3节，得用上好的闽南铁心木重新拼合。可如今木料厂不给供货，就算有木料，木匠们各施各法。您瞧瞧，王木匠量的1寸，比刘木匠量的1寸短了足足半指。这合出来的笋头，要么松的能塞进大拇指，要么紧的根本砸不进去，如何抵挡得住海上的风浪？大齐的匠梁衡体制极其混乱，虽有官定营造尺，但民间各行各业，甚至各家锅坊都有自己的私尺。大多数手艺人都是凭经验看眼力的，差不多就行，是所有人的口头拳。差不多。在我的港口没有差不多，差之1毫米，巨舰下海便会崩裂散架。大人，咱们大齐造了上千年的船，世世代代都是这么凭眼力和笋头的。您若是有通天之能，倒是拿个能让人人都严丝合缝的章程出来啊！章程，今晚我就给你们开开眼，什么叫真正的规矩。秦师傅，把你的老花镜带上，过来看看这是什么。这上面的线怎会如此细密均匀？而且这后面的小尺子一动，竟能把线与线之间的空隙也算得清清楚楚。这叫游标卡尺，能精准量到1/10毫米。从今天起，龙沙港内废除大齐所有模糊的匠量，所有人必须以这把恰尺的标准为唯一准则。每一个修船的零件，每一根笋头，误差超过1毫米者，零件作废。公祖连带受罚，不给饭吃，听懂了没有？1毫米，大人，您这不是开玩笑吗？这木头热了要发胀，冷了要缩水，海风一吹还要翘曲，量得这么死，这活没法干了。老子不是在跟你们商量，这是军令。
木材因干入度产生形变，我自然有预留弦变公差的计算公式发给你们。今天谁要是觉得这活干不了，现在就可以走。不过龙沙港方圆百里如今是军事管制区，出了这个大门，一律按战时逃兵论处，就地正法。既然没人走，那就把你们过去那一套一人治一物的废物理念全部给老子忘掉！秦师傅，你带30名最顶尖的造船匠组成巡检治点组，不用你们卖力气，你们只负责拿着刻尺卡紧每一道工序的尺寸，死球里挑出80个身强力壮的，编入粗加工1组、2组，再挑80个心细的，编入精细打磨组，用砂石和钢锉。你们的目标只有一个，用拉锯和斧头把送来的原木按照这个模板全部破成标准规格的方料。剩下的人全部编入轻淤搬运组与后勤保障组，24小时不准停炉，每组干4个时辰，到点换班，人歇车不歇，船澳不停工。大人，这死囚们能听话吗？干这么重的活，怕是要闹事啊！闹事？他们会比任何人都拼命。听好了，在这里没有官大一级压死人，一切看工分说话。轻淤1车记1分，打磨标准木料10根记3分。每天红分最高的前10人，晚上有白面馒头和整碗的肥猪肉，连续3日未评红色优等积分。我会亲笔上书朝堂，为诸位呈报勤恳功绩，申请减轻劳作责罚。但如若违反规制，但凡偷闲怠工、打造弓箭不达标、延误轮岗红时，被记黑色警示积分者，第1次按规惩处，第2次扣除当日口粮，从严处置，一儆效尤。天哪，这怎么可能？大人，高热！30多个人全发了高热，伤口流出来的水都是绿的，臭不可闻啊！伤者是伤口感染引发的破伤风与重度毒疮，此类重症传染性极强，以眼下药材条件很难妥善医治，实在难以救治，难以救治啊！大人，必须立刻将这批伤者单独隔离开，整片营帐彻底消杀焚毁，阻断疫病扩散，否则天谴瘟疫传开，这港口里的人全得死绝！听到了吗？这就是天谴！那陆沉舟根本不管咱们的死活，把咱们当牲口一样夜以继日的使唤，现在惹怒了海神和地府，引来了瘟疫。今日要隔离处置重病之人，日后但凡有人负伤染疾，难保不会轮到我们。与其困在此地，不如前往港区出口讨要说法。没错，我们不愿被困在此，让我们外出求医。我们只求安稳，保全自身。把门给我顶死！大人，里面在传瘟疫，这活没法干啦！巡检队，把那3个山洞滑变的杂碎给老子揪出来！大人饶命，我们只是……全场肃静！大人，此病诡异难治，实在难以医治啊！从无虚晃灾泽之说，这是外伤引发的创口感染，是常见的创伤重症。把35名重伤伤者全权交于我，我必全力施救，护其周全。你们都滚回到各自的营帐去，谁敢再踏出一步，地上这3个人就是你们的榜样。秦师傅，给老子把工坊里最好的青铜大锅抬过来，还有，把所有的竹管和锡块全部拿来。今晚老子要跟阎王爷抢人！大人，好了，按您的嘱咐，接口处全用湿黄泥糊了3层，保准连一丝烟气都漏不出去。大人，
您这到底是在折腾啥呀？古书有云：大疫之时，当燃艾草，饮符水。您把这些御寒的烧酒全烧了，难不成要用这酒气把厉鬼熏走？符水要是能救命，哼，大齐还要你这医官干什么？风干，开大火，给我狠狠的轰！天爷呀，这酒怎么变成水一样的颜色了？别动，这不是给你喝的，这是杀人的利器。神火，这是仙人的神火啊！这不是神火，这是纯度超过70%的医用酒精。传我的令，把所有的白布全部投入大锅煮沸2刻钟，所有的短刀钢针全部在火上烧红过火。现在跟老子去营帐，把那些腐烂的烂肉给老子割掉，用这烈酒把伤口擦干净。退了，高热全退了，全活了，他们的嘴能张开了，身子不僵了，神迹！这真是生死肉骨的神迹呀！大人，张老三这条命是您从地府里生生拽出来的，往后这条命就是您的，您指哪儿我打哪儿，哪怕前面是西洋人的炮口，我连眼都不眨一下。都给老子站起来，把头抬起来！在大齐，朝廷当你们是死囚，但我陆沉舟告诉你们，在我的港口，只要你们听话照做，你就是开创时代功臣，是建造钢铁巨舰的工业先锋。西洋人的巨舰大炮确实犀利，满朝的文武吓得要海禁，要当缩头乌龟，但我陆沉舟偏不信。跟着我，尊严、银子，甚至你们被朝廷剥掉的官身和良脸，统统从洋鬼子那里拿回来！活下来，去海上拿回来！誓死效忠大人！大局已定，组织成型。算不明白，根本算不明白呀，大人！怎么回事？大人，您瞧瞧这账啊！咱们大齐各行各业用的都是4柱清册，旧管新收，开除实在。这每一笔银子进来得记一笔，买木料出去了又得记一笔。可偏您这里弄了个什么公分制？公分能兑换现银，也能兑换白面肉包。粗家组的王五借了精细组的李四2记公分。账房去买陈家木料厂的阴沉木，陈家又拿这笔银子买咱们的烈酒冲抵，这左手倒右手连环往复，账目里全是窟窿。咱们3个人连熬了2个通宵，这账面上的现银和库房里的料子就是对不上。查对不上，是因为你们用牛车去追骏马。大人，您这是要作画？不，给你们立一套现代财务的铁律。大齐的4柱法只记结果，不记来源，这就是单式记账。而我的方法讲究的是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左边统称为资产，代表龙沙港目前拥有的一切物资、现银，甚至那艘破船。右边统称为负债与所有者权益，代表我们欠陈家木料厂的尾款，以及陛下预批给我们的特权股本。每一笔银钱物资的变动，必须在2个或2个以上的账目里同时登记。资产增加记在左，负债增加记在右。比如，陈家送来100两银子的铁心木，我们没给钱，在资产类原材料里记左边100两，在负债类应付账库里同时记右边100两，两边一减，必须为0。如果对不上，就是有人在中间吃了银子。这账目居然能够自己对正，神术！
这是开天辟地的财务神术啊！老夫算了一辈子的账，何曾见过如此精密的对证法？这一来一回，哪怕是有人在账面上偷了1文钱，也绝不可能逃过这公式的眼睛。不止1文钱。钱老，照着这个新账本，去把负责采购木料的刘专管和负责后勤的孙二给老子抓起来。为何？新账显示，应付账款陈家木料厂里5班多出了30两银子的耗损额，而库存现金却在同一天莫名少了2笔没有科目队伍的支出。他们2个3天内贪污了朝廷拨给死囚买肉的银子，一共57两4钱，带下去，按军法就地正法。不要1分1两，半个月盘活一座废港，甚至开始暗中汇聚资财。陆晨舟这个杂碎，我原本以他是去龙沙港找死，没成想他居然在用妖术聚敛民心。若是真让他挺过了30天，带着100万白银回到金殿，本相的脸面往哪儿放？绝对不能让他把那艘船修好。传本相死命令，没有内阁3司会签的御批文书，沿海所有官营、私营木料厂、铁匠铺、桐油坊禁止给龙沙港提供1粒铁料、1根木头、1两桐油。凡有违令私售物资给陆晨舟者，满门抄斩，财产充公。不好了，陆大人，出大事了！原本下午该送到的陈家木料厂，把整整30车已经订好的铁心木和100年阴沉木，全部在大路口拉回去了。不光是他们，城里的3大铁匠铺、方圆100里的桐油坊，今天全在门口贴了告示，说家中老母病危，工坊无期停工。老夫派人去求，他们连大门都不让进啊！大人，这是京城顾相下达的3司联合通缉断供令，方圆100里对我们龙沙港彻底封锁。他们是要从源头上把我们活活憋死在废港里。没有木头和铁料，浮船改装才进行到一半，30天期限只剩下一半。大人，这可如何是好啊？秦师傅，浮船核心加固现在还差多少辆？大人，还差上等硬木3000方，听铁500斤，熟铜200斤，尤其是固定龙骨的100年阴沉木。这方圆100里，除了那几家大商贾的库房，就只有什么？说。只有城郊那几座无主的辽代废弃官营、前朝神庙，以及右相门生现任当地布政使王大人的那座奢华别院里有了。好，很好。顾延章刻意克扣物资，削减供给，便以为能困住港宇攻势推进。传我督办署调度指令，集结作业人手，抽调100名精干劳作囚徒组建外勤队伍，配齐铁锹、木斧与防身短刃，即刻动身。大人，咱们去哪儿？去城郊暴力拆迁。既然右相不给材料，那老子就亲自去他门生的家里就地取材。快点儿，把这几车陈年老茶抬进库房，莫要淋了雨。谁吃了雄心豹子胆，连王布政使的私人别院也敢？你是什么人？这可是当朝布政使右相门生的别院，你们想造反吗？海事督办署奉旨重组水师，迎战外敌。如今龙沙港军需告急，沿海商贾通敌囤积物资，本官奉旨依法征诱军需。外勤队伍听令，对这座院落整体清拆整理。院内可用于船舶建造的优质木料、锻造器械的铜铁原料，还有建筑砖石材全部点收纳，统一运送回龙沙港坊加工使用。大人有令，
一归钦差清点物资，即刻开工。不可擅动！胡愿速速上前阻拦！你让开来！莫要阻碍公务！好料子，这是上等的阴沉木，正好拿回去加固浮船的龙骨。兄弟们，这里有铜，大水缸和这门前的梭米兽全是纯铜的，抬走，抬走！陆主事，你这般行事不合情理，布政使大人定会过问此事。你回去转告王化仙，这批建材原料是右相顾延章亲自下令送给大齐海市局的。他要是心疼，让他自己去京城找他老师要钱。至于本官，回岗开炉。陆大人，这料子确实是极品，可咱们的手艺撑不住啊！您要的这玩意儿叫转动头，要求上下一般持，表面还得跟镜子一样光滑。可咱们纯靠肉眼盯着，拿铁锤敲打，这敲出来的铁轴不是左边凸一块，就是右边凹一截。拿卡尺一卡，误差足足差了4-5毫米。这要是硬装上船，舵叶一转，整艘船的尾部非得被绞碎不可呀！肉眼和铁筹不够，那就用机械去矫正它。秦师傅，今天老子带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工业之母。老秦，带人把拆回来的那几根最硬最沉的百年阴沉木当底座，组装成长5尺、宽2尺的纸形框架。小刘，把熔炉里的纯铜汁水倒进铁模，老子要2根绝对笔直、表面光滑的双导轨铜条。剩下的铁匠，跟着老子锻造切削刀具。记住，要在高半缸里掺入3成拆回来的玄铁料，淬火3次，老子要它削铁如泥。大人，这怪家伙当真能把铁棒削平？看着。上、中、下，误差全部压在0.1毫米以内。秦师傅，你们管这个叫什么？鲁班转世，这是仙人的手段，这是神迹呀，大人！我再跟你们说最后一遍，这叫机械，这叫工业之母。有了这台车床，龙沙港从今天起正式告别传统手工业，跨入半迹象化工业时代。从现在开始，把所有的造船螺栓、滑轮轴承、炮台转盘，全部用这台车床给我批量复制出来。任何一个零件，只要上了这台车床，出来的尺寸必须一模一样。大人，咱们大齐水手出海，看的是祖宗传下来的指南针真路，看星象、辨水色、量水深，全凭几十年摸爬滚打的眼力。可若是遇上连绵的阴雨暴风，瞧不见北斗星，指南针又被海里的磁山干扰，那便是神仙下凡也摸不着回家的路。在我眼里，大海不是迷宫，它不过是一张平铺在天地间的巨大坐标书。走，跟老子去海边。赵四，你过来。把望远镜对准海平线，看见那道水天交接的线没有？大人，
这能看出啥？这不还是看太阳吗？根据勾股弦定律与球面几何推演，我们在正北方，距离龙沙港码头整整15里。只要我们顺着西南23度修正航向，2个时辰内坐舰的船头就能分毫不差地撞在我们的龙沙港栈桥上。一个黄铜镜片，2道刻度线，连海里的一滴水都没碰，就能知道大船在几百里外的哪个窟窿眼儿。陆大人，有了这宝贝，咱们大齐的船进了深海，就再也不是瞎子了。西洋人的幽灵舰队就算会隐形，咱们也能在海图上把他们活活算死。从今天起，赵四，你带10个识字的水手组成海图测绘导航组。30天内，我不仅要让这艘旧浮船跑起来，还要让它的每一发炮弹、每一次转向都能精准的控制。去，给我把这大齐的风水船头整个砍掉！不能去啊，陆大人，这万万去不得呀！大齐传承200载，传统浮船一直遵循方形前舱行驶平稳的古法形制，船头方正的设计是代代匠人总结的新稳固工艺。倘若贸然更改流传已久的古法形制，这船下了海，非得立马翻个顶朝天不可，这是要遭海神爷报应的呀！祖宗的规矩，海神的报应。秦师傅，放眼如今外海局势，固守旧法从无出路，一味盲从老旧惯例，固守传统陋习，只会固步自封。适配时渠，精益求精，才是造船兴业、守护港区的根本规矩。唯有外勤队就变通，启动船体改制施工。规矩碎了，现在见我的真理。精细加工组，把昨天在脚踏车床上刨出来的遮线型尖锐内倾船手给老子铆接上去。吃水线以下，全部按现代流体力学弧度进行削薄打磨，让它下水的时候不像水牛在推水，要像一把锐利的尖刀，把海浪给老子生生切开。怪物，这是一艘专门切开大海的怪物啊！大人，30天期限已过大半，此船改得如此离经叛道，究竟成与不成，就看今天下水这一搏了。开闸，放水，让你们看看什么叫逆风狂飙！下水了又能如何？今儿个是逆风，他要是敢强行起锚，这没有吞浪防头的风水船，保准一个照面就被海浪拍碎在礁石上。咱们就等着瞧他翻船喂鱼的笑话吧。大人，风向不对，风力太猛了，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风帆只能顺风跑，遇上这等逆风，大船出了港就会被风活活吹回来，撞在栈桥上。要不咱们落锚，等明天风停了再试航。等，老子的生死状只有30天，阎王爷会等我，还是西洋人的火炮会等我？赵四，带你的人上桅杆，把老子让你们缝制的多层3角纵帆全部扯满。秦师傅，睁大眼好好看看，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流体力学，什么叫佛脉新原理。起锚，扯帆！翻了，又翻了！3角帆，左舷拉满，转向30度。
逆风行船，还跑得这么快！海神也显灵了，不对，是陆统帅显灵了。大人，老夫服了。200年大齐造船界，皆是守旧之辈呀！从今往后，您就是老夫的祖宗。您让去哪儿，老夫绝对不眨一下眼。痛快！动作快点儿！顾相爷有令，今晚不仅要烧毁那台能削铁的妖异车床，连同这屋里的所有造船图纸6分仪，也必须寸草不留。大人，就是这儿。陆晨畴那小子平日里就把核心图纸锁在最深处的密室里，里面全是用炭笔笔画的妖书。立此大功，相爷定会封赏我等。大功告成，走去绑了那个叫秦师傅的老匠人，顺带把陆晨畴的人头一并摘了。顾延章的人动作比我预想的慢了整整2个时辰。黑鹰是吧？今晚你怕是走不掉了。陆晨畴，你少在这里故弄玄虚！你最重要的飞剑船线图和那些精密的账本全在里面。大火已经烧穿了屋顶，没有了那些妖术图纸，你拿什么在10天后去造大炮？你拿什么去还陛下的军令状？你已经输了！兄弟们，这官家子弟在使空城计，他带的不过是一群臭水手，杀出去，摘了他的狗头！放！大人，火灭了，不过里面的废纸已经烧成了灰。孙管事有一句话说得对，对于大齐的人来说，图纸就是手艺人的命，烧了图纸，手艺就绝了。但我知道什么叫核心资产异地硬会饭。你们烧掉的只是个诱饵的草稿室，真正的图纸由高碳钢板箱封封，埋在3尺地基之下，有水银防守，外面加了3道车床车销出来的机械密码锁。大人饶命，小的不敢隐瞒。据实说明，顾延章除了派人焚毁工坊，还向沿海驻守官员下达了哪些私下安排？是迁留工程物资，还有授意边防松懈布防。幸寒在我书房暗格，求大人饶命。核心资料安然无恙，反倒拿到了顾延章通敌破坏海防的绝密铁证。秦师傅，锁死工坊，赵四看好真理号，校尉备马。今夜我要连夜孤身入京。陛下，外头雨大，龙体要紧啊。淮安，趁着江山，怕是连这场春雨都撑不过去了。九边段祥的折子今天下午到了3封，若再无银子发下去，军变就在眼前。朕当真成了无能之君。陛下，龙沙港督办陆晨畴利用皇家密道深夜求见。谁？陆晨畴，他不是在东南修船吗？无旨擅自回京，他长了几个脑袋？快传他进来！陆晨畴，你可知无旨入京是诛九族的大罪？陛下，微臣是来给大齐送命，也是来给陛下送银子的。这些东西从何而来？陛下，先看这本账。这是龙沙港开工短短半个月，动用流水线生产并外销神火烈酒所得的净利润账目，目前已汇聚现银整整30万两。
这上面写的是真的，你半个月就能变出30万两现银。不仅如此，如果陛下给微臣绝对的特权，3个月内微臣能让这个数字翻上10倍，彻底荡平九边的军饷缺口。但这笔银子，右相大人不想要。陛下，这是昨夜右相派遣30名顶级江湖死士，勾结内部内奸，企图纵火烧毁微臣车床供放的绝密铁证。顾延璋如何命令沿海牧场断供军需？如何密令地方驻军在海战爆发时作弊上官？要让微臣死，更要让我大齐的海疆彻底烂掉。顾延璋，顾延璋！满朝文武天天跟朕谈圣人礼法，谈海禁自保，没成想，他们才是趴在我大齐江山骨髓上喝血的国贼！身居高罪，只为思念，暗中掣肘海防物资，耽误沿海布防。这般祸乱朝纲之人，必须从严彻查，即刻传令禁军，彻查右相府邸所有往来物件、文书凭据。陛下，不可！外敌环伺，朝廷骨架皆是文臣。陛下此时轻爪右相，满朝文武必然停摆作乱。北方异族与西洋俱战，必然乘虚而入，大齐请神间便有覆灭之灾。陛下，微臣今夜冒死入京，是想要向陛下索要一个在大齐200年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独立绝对特权。独立特权？陆沉舟，你立下生死状，不要一钱一粮。如今你不仅在废港活了下来，还给朕带回了30万两边饷保命钱，证明了你的能耐。说吧，你不要高官厚禄，到底想要什么特权？只要能保住朕的江山，朕今日得当一回独冠之君。微臣请陛下御笔特批，绕过内阁、兵部、户部、工部3司，在东南海疆龙沙港方圆100里之内正式挂牌设立大齐海事局，由微臣全权执掌。海事局内，龙沙港方圆100里实行绝对军事管制。详细说来。第一，海事局拥有独立征税权。两江闽浙凡有海陆进出之商船，其市舶税及金，全数由海事局直接接查收缴，无需结缴户部。留存港口作为军备研发与船务扩建居本。第二，海事局拥有独立司法权，管辖区内凡阻碍军工建设、通敌断供、囤积居于之官吏、商贾、流民，海事局可不经刑部、大理寺3司会审，直接依海事军法先斩后奏。第三，海事局拥有独立军管权，龙沙港内死囚、水手、工匠以及地方招募之流民，皆编入海事巡检队。沿海传统卫所驻军，非海事局征调令。擅入港口30里者，以谋反论处。陛下，万万不可呀！这大齐海事局一旦成立，那龙沙港可就成了国中之国，此次是要朝廷割地称孤啊！闭嘴！割地称孤，若是朕不准，不出3个月，北方一族马踏京城，这大齐的万里江山，朕连一寸都留不下。陆沉舟，朕给你这个特权，即日起受陆沉舟大齐海事局总办之职，特许特办，赐上方斩马剑，掌龙沙港100里军管之权。凡有阻碍海事局督办军功者，正5品以下官吏，可就地正法。先斩后奏，户部、兵部、内阁，敢有阻挠大齐海事局运转者，以叛国罪论处。陛下，30万两现银已经通过皇家暗道起运九边，这账本您收好。至于顾延璋，等微臣在龙沙港把真理大炮铸造出来，微臣会亲自带着100万白银和西洋人的琴剑，回来收割他的狗命。报，大人，归传，西洋人的幽灵舰队来啦！千吨巨舰，30门大炮，完了！西洋人的恶魔船来收人命了！龙沙港有银子的消息传出去了，强盗来洗劫了！跑啊！再不跑就没命了！站住！你们身为大齐驻军，守土有责，海战未开，你们跑什么？滚开！你们海事局想找死自己去迎敌，
别拉上兄弟们垫背！那可是会吐天火的幽灵船，一炮下来能把长山防线轰平，大齐水师都死绝了，凭陆晨之带着你们这群死劫匪和一艘四不样的飞翔大炮还不逃，留在这儿等死吗？放肆！陆大人，沈校尉，按大齐海事局特许特办军管条例，临阵脱逃、敢言退者，当如何？禀总办，战时统筹防务，凡心生怯意、推诿避世者，一律按军规从重处置。你们不可如此，我乃是兵部在侧五品武官。沿海驻军编入水师后勤组，敢有再踏出港口一步者，这就是下场。赵四，秦师傅，在。西洋人的千吨巨舰吃水极深，大雾锁海，他们摸不清龙沙港废弃30年的暗礁水路，短时间内，他们的旗舰绝对不敢贸然靠岸开炮。秦师傅，锁死攻防大门，把所有的工匠和铁匠全部给老子塞进熔炉房。30天期限还剩5天，今天就把属于我们县工业的真理给我生生铸造出来。风向，给老子把风扇拉到最满，温度不够，融不掉这500斤的纯铜蒜泥。大人，贴膜好了，按照您的吩咐，外面裹了3层湿泥，外面用高硬钢箍生生扎了8道。老秦，看见那根贯穿炮膛核心的空心铁管没有？铜水倒进去的一瞬间，立刻给老子往铁管里灌冰冷的海水！啊！大人，往铜水里灌冷水，这铁管非得炸了不可呀！闭嘴！生铁管外面裹了石灰和食物油，炸不了。倒铜水，放水冷能。放海水，快放海水！台上脚踏车床，堂孔走刀。膛线误差0.05毫米，气泥性完美。秦师傅，今晚给老子把第1批石门大炮连夜全部撤锁出来。快点，莫要让京城那帮杂碎的眼线瞧见了动静。呸！陆沉舟这疯子折腾了半个月，居然真弄出了一根铜管子。哼！咱们大齐神机营的神威大炮，哪一尊不是要几万斤铜料？上百名匠人烧香拜佛铸造个大半年，他就在那鸟不拉屎的废港里烧了几天柴火，用那老12车床转了几圈，就敢说能挡住西洋人的铁甲巨舰。今晚在这试炮，本正就等着瞧他炸膛自焚，被碎铜片炸烂脑壳的绝妙下场。赵四，把前几天让你们用烈酒和蛋清调制出来的药浆拿过来。是，大人。给我用力压，把它挤成碎碎的颗粒。装药，推入膛底。点火！
天裂了，这是天罚呀！今晚我们的陛下在龙床上可以睡个好觉了，因为接下来该轮到西洋人的幽灵舰队睡不着觉了。大齐海狮局万岁！哈哈，顺风行船，一跃千里，偏有我大英风范之师。大齐那帮猪傩，居然指望在这废港里重组水师，传我的令，全军全速顺风压上去，用我们的侧舷齐射，把他们那个可笑的废港和那艘前尖后窄的东方破船，连同他们的尊严，全部轰进海底。大人，敌军占了绝对顺风，他们冲得太快了，四顾海战，逆风接战，必败无疑。咱们要不先退回内河，依托岸上的真理大炮死守防线。退，防线，在我的字典里从来没有退这个字。传我军令，2艘救护卫舰落后半个锚位，旗舰真理号全速起锚，全员拉紧乱绳，车满全部三角纵翻，给老子迎着敌人的风，之字形全速切入战场。哦，上帝呀！那个东方的指挥官疯了吗？他居然想用一艘船逆风撞击我们的战线！哈哈哈哈哈哈！全军调整炮位，等他进入500码，立刻侧舷齐射，把他上地。开炮！快开炮！战术机动完成，我们抢到了敌人的视野盲区。赵四，执行第2阶段战术，把这群骄傲的洋强盗给老子引入前几天测配好的黄泉死路。他们的2艘救货船护卫舰已经在冒黑烟了，那艘飞简船必定是为了维持速度而牺牲了防御，车满全部风帆，死磕追击，把他们逼入前方那片宽阔的海域，用接舷战碾碎他们。大人，西洋人的2条1000吨巨舰彻底脱队了，他们已经进入了咱们前几天反复测量的盘龙暗沙海域。西洋人的指挥官只看到了大齐200年不修海防水道的废弃表面，却不知道，在他们战舰正前方不到300码的海面之下，藏着大齐立国200年来由泥沙连年淤积而成的海底花岗岩逆向断层尖峰暗礁群。真理号听令，右舷满舵，吃水线预留1米共差，顺着等身测绘图第16道蓝色安全水路，给老子切出去！哈哈，他们急着逃命，航向乱了，全速撞上去，轰碎他们的！快转舵！秦师傅，赵四，属于大齐海狮局的现代线列炮战，现在揭开大幕！快抛弃重物，把底舱的火炮全部推下海，减轻重量。右舷满舵，全速横切。海狮局炮手听令，全部推开炮眼罩。赵四，测距，对照弹道表。太阳高度角修正，距离600码，风速东南3度。航测锁定完成，仰角3度1分。
大人，石门真理大炮全数锁定敌舰龙骨中线，给老子放！上帝呀，那不是火炮，那是恶魔的雷霆！校正弹道，2轮齐射，放！不打了，我们投降！海神爷饶命啊！相反，快降下主帆，举白旗！大旗海神举万岁！30日约期，今日正式到期。赵四，清点战利品和缴获的西洋白币。秦师傅，备足车马，起航，咱们回京城，去朝堂上会会顾延璋那个老杂碎。陛下，30级军令状的期限已过足4日，龙沙港仍无1两白银运抵京师。那陆沉舟目无王法，强拆江浙布政使王大人的避暑别院，又在沿海纠集死囚，撕开海禁。臣有两江闽浙总督联合上表，弹劾其拥兵自重，中饱私囊，形同谋反。此子不仅输了军令状，更是包藏祸心。臣请陛下立刻下旨，发禁卫军查抄陆氏满门，将此妖言惑众的国贼满门抄斩，以正国法。臣等附议，查抄陆氏满门，以正国法。顾延璋，你口口声声为国法，可朕听闻西洋巨舰在常山列岛离地，你却在京城弹劾功臣。陛下，微臣是在尽人臣之本分。那陆沉楼无因无战功，空口白牙。谁？殿前事宜，按律。陆沉舟，你没死在外海？砸！给我狠狠的砸！100万两，顾大人，你打2辈子算盘也见不到这么多银子。这里共计现银外币整整214万两，这就是大齐海事局还给陛下的生死誓状。30天零启动银子，他怎么可能带回200多万两真金白银？陛下，此人来路存疑，这笔银两来路蹊跷，恐是私下与海外客商私下往来，有损沿海海防根基。来路不明。陛下，3日前外海海域遇海外劫掠船队，臣带队驾海防战船出战，击退大型远洋船2艘，俘获小型劫掠船只30艘。此乃歼敌首级与右相暗中通敌，密令沿海断供，驻军撤退，以出卖海防的绝密铁证。顾延璋，通敌通的是你！满朝文武皆是误国之贼，唯陆卿能为朕荡平四海。殿前卫士上前听令，除去顾延璋官带官服，交由3法司彻查其所有相关卷宗，收押候审，依规审定罪责。陛下，臣上有实情禀报，还望陛下明察。臣承诺的做到了，
臣请陛下为大齐海事局3000工匠考取技术赐功名，为300死水手洗清罪疾，证明封官。人有了尊严，才愿意把命拿给国家；工业有了尊严，大齐才能千秋万代。听好了，这根铁轴的直径必须用卡尺卡死在3寸1分2厘，少1毫米。工造院的技术评级你们就别想拿了。国师，如今四海臣服，西洋人的幽灵舰队残部早已退避3000里，沿海商贾每天送来的商税银子，把海事局的库房都追满了。大炮和车床已经让我们固若金汤。大人，这艘不挂风帆、肚子里装满铁管子的怪物巨轮，咱们接下来究竟是要造什么？沈峰，你记着，大炮和车床只是工业的手脚，没有钢铁和动力，我们不过是修了一个大一点的乌龟壳。传本关海事局最高总督令，下一阶段，龙沙港工坊全线开最大号高炉，日夜不停提炼金刚。是时候让这个落后的旧时代见识一下什么叫现代蒸汽机与钢铁无畏巨轮了。